这个男人本是超级大富翁的孙子，去世后的爷爷只留下2张冥币和1张阴间房产地契。此时他的孙子丁小乙正在丁氏制药集团的大楼里处理完破产的所有手续后，王律师拿出一个盒子递给对方，说是董事长留给他的遗物。打开后就发现还有1张地契。王律师告诉他，这张地契并没有找到对应的房产，所以他们就放弃追缴了，也算是报答董事长这么多年为公司的辛勤付出。小乙心中暗暗腹诽，这王律师跟在爷爷身边几10年来，转头就给对手公司做事，都不如自己养的一条狗。王律师告诉他，丁氏的资产清算已经完毕，此外他现在还背负着18万多的债务。王律师以为对方听到这件事会深受打击，毕竟是刚回国的公子哥，却没成想对方的注意力一直在房契上，根本没把这些负债当回事。这时小乙收起房契，并告诉对方自己会按时还款的，随后就离开了办公室。这么晚了，王律师准备送他一起回去，就一路跟他来到了电梯间，告诉他让他小心一点，最近有灵能生物出现，还有就是他爷爷留给他的遗物里可能有冥币。最后一个字还没等说出口，电梯门已经关上了。小乙还在纳闷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啊，突然他注意到钱包里面的冥币，还没来得及细想是怎么回事，电梯就出现了故障。没过多久，电梯门又重新打开，小乙也没管那么多，直接从里面走了出来。这时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正当他摆弄着手里的冥币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看着这古老的车牌，丁小乙也没多想，这个点能打到车已经很不容易了。上车后他就告诉司机去渡口码头，想着把发动机先卖掉，把欠的钱还上，若不是走投无路根本不可能卖。此时司机注意到对方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就询问他是不是欠钱了。丁小乙一愣，莫非有这么明显？司机告诉他，年轻人就是这样，本事没有多少，欠的钱倒是不少。突然小乙注意到司机车上的照片是黑白的，突然司机一个急转弯，拐到一个巷子里。小乙询问对方拐进来干嘛，还有这个路也不对劲啊。司机告诉对方不要担心，可是现在的路越来越不对劲。突然想起王律师对他说的话，最近有高危灵能生物出现。随后他赶忙拨打除灵工会的电话，手机却显示没有信号，莫非真让自己遇到灵能生物了吧？伴随着吱的一声，车子停了下来，司机告诉他就在这里下吧，里面他走不过去。小乙扔下1张100元大钞就走下了车，他现在必须要赶紧离开这里。忽然双眼冒着幽光的司机走下车，小乙见到这一幕拔腿就跑，司机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时地契和钱包忽然掉了出来，在他转身去捡的时候，司机也追了上来。他没有拿走钱包里的100元大钞，只是拿走了那张冥币。司机走后，小乙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自己坐的该不会是灵车吧？现在必须要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随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着这微弱的光，终于看清了前面的路牌。他发现自己正所处渡口路，随后他拿出地契看了一眼地址，正是这里，渡口路柴木新居。事情越来越诡异了，这是爷爷留给自己的唯一资产，刚刚还以为对方在捉弄自己，现在看来应该是别有深意。随后小乙就慢慢朝前面走去，刚走几步就听见了海浪声。S 市是一座内陆城市，旁边只有一条河，这海是从哪里来的？这还是一套海景房。推开门走进去后，里面的设施很简约，桌子上放的3把钥匙吸引了他的目光，随后拿出一个带锁的笔记本，用钥匙试了试，还真打开了。这应该是一本日记，随即他就翻看了起来，上面记载着他父母去世那天发生的事。联盟历92年12月12号，他们的船翻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爷爷遇到了阎王的使者。他跟对方打赌，10年内如果自己能够救下100万人，就必须把家人还给自己。黑衣人同意了，但是只能救他的孙子一个人，如果输了后果他是知道的。看到这里他才明白，怪不得爷爷只做特效药，从来不追求利润，全是因为自己。这时他忽然发现，中间的页数已经被粘到一起了，只剩下最后一页可以看了。联盟历119年7月23日，那个黑衣人又来了。上次对方输给自己一块地，说是什么黄泉的渡口，输了这么多次，自己知道对方是不会甘心的。合上笔记本，小乙在想这些年爷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透过猫眼一看，竟然是一个小女孩。这里是黄泉，还是要低调一点，那就装作家里没人好了。正当他这么想时，只听咔嗒一声门开了，透过镜子看到一只巨大的八爪鱼站在身后，正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告诉他自己饿了。刚想查探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低头一看就是刚刚那个小女孩，原来是饿了，他让对方在这里等着自己去拿吃的。小女孩面色一变，告诉对方他在说谎。这时镜子里再次显现出八爪怪物的景象，小乙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随后告诉女孩自己真的有食物，刚来的时候带了一大箱子吃的，有面包、火腿、方便面，想吃什么吃什么。听到真的有吃的，小女孩两眼放光，自己要吃肉肉。安抚好后，她让对方等一下自己去拿。
临走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镜子，刚开始没有变化，几秒钟后八爪怪物再次显现出来，小女孩也阴沉着脸，原来对方一直在骗自己。小乙见到这一幕，撒腿就跑，还没跑2步就被对方的触手捆住。正在他马上被吃的时候，房契散发出阵阵绿光，八爪怪物也十分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就把小乙放了下来。地契上面写着这屋子是丁家的地盘，那么他一定可以指挥这头八爪鱼。随后就让对方摆出了各种动作，果然有用。之后就让对方先滚到外面去。果然啊，爷爷没有骗自己，就让自己好好看看这个新家吧。目前还剩2把钥匙，先看看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箱子打开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有一个弹跳玩具。小乙有些无语，都这个时候了还捉弄自己。除了玩具还有一把鱼竿，可是在这里钓的鱼真的能吃吗？其他的还有一张和爷爷出海拍的照片以及一封信，信里只有寥寥的几句话。爷爷主要想告诉他不要活在过去，要开心的活在当下才行。看着爷爷写给自己的信，小乙最终还是没能控制自己的眼泪。或许爷爷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跟自己道别吧。这里的一切都是爷爷留给自己的，更是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会好好使用的，不会辜负爷爷的良苦用心。想完这些，他便开始测量院子。没有工具，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来测量。院子的宽为46步，一步按 0.6 米来计算就是27米多，可地契上明明写的是60米长40米宽，怎么会少了这么多？这时海浪渐渐退去，退潮后少的那部分土地显露出来，原来还有一部分在黄泉里。忽然在刚刚显露出的土地上有金光闪现，莫非是黄金？可是地上这些怪物又是怎么回事？能够在黄泉中生存，那必然不是什么善类。该怎么把黄金拿过来，是他首先要思考的事。忽然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八爪鱼怪，顿时计上心头。他让对方用触手在黄泉里摸索黄金，八爪鱼很害怕，但是又不敢反抗。不久，一块金条被打捞上来，小乙有些欣喜，原来真的是黄金，而且纯度还都不低。这时，一个巨大的贝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看这体型至少得长了几百年了。随后便吩咐八爪鱼过来搭把手，合力将贝壳掰开，里面是一颗散发着浓郁紫光的珠子。随后他便让对方把这颗珠子取出来。八爪鱼有些害怕，哆哆嗦嗦的用触手把那颗珠子卷了出来。这颗珠子对怪物应该有伤害，八爪的那根触手断了一半。看着珠子散发出来的光芒，定是个宝贝。有刚才八爪的案例，他没有贸然伸手去拿，而是先用钥匙和黄金试验了一番，都没事后才用手拿起来。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看来这颗珠子真的只对怪物有效。不过也是自己的胆子大，幸好没事，不然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目前小乙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还是得先想个办法离开。他看了看手里的3把钥匙，一把用来打开笔记本了，还有2把。忽然发现其中一把上面写着柴木新居。拿着那把钥匙之后，突然凭空出现一个传送门，小乙走进去之后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随后又对着钥匙说出柴木新居，他就又回到了小屋里。果然这就是连接2阶的钥匙。这时日记本被风吹动着自己翻动起来，有一页上面写着联盟历99年8月20日。那个黑衣人竟然没说，从黄泉那里回到现实世界后，一定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此时 S 市的黑市里，小乙正把自己得到的黄金出手，店家正在跟他讨价还价，毕竟他的黄金没有证书，也说不出来源，店家是需要承担风险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7万8千元成交。小乙告诉对方18万4千6转账，剩下的给现金。店家去取钱的时候，就听见新闻播报最近又发现了最新的灵能生物。店家说这灵能生物自己只听过没见过，是不是之前老一辈说的鬼啊？小乙感觉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而且还分出来神龙灾厄伤灵6个级别，说的好像真的是的。卖完黄金后，小乙走到了老城区这里，准备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拿出钥匙回到柴木新居。现在他的疑虑很多，八爪算不算是灵能生物？如果算的话，又是什么等级的？这时突然听到哒哒哒的声音，是有人过来了。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男人，穿着一双红色高跟鞋，正摇摇晃晃的朝自己走过来。小乙感觉对方可能是个变态，不过人人都有穿衣自由，还是当作没看见吧。这时那个男人开口道，自己现在走不动了，能不能过来帮帮他？随后直接跳起来朝他飞扑过来。意识到不对劲时，他转头就跑，刚跑没几步就发现前面没路了。随后他拿出钥匙准备回到柴木新居，却发现钥匙没有丝毫的反应。这时那个灵能生物已经追了上来，凑到他耳边让他帮帮自己，紧接着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对方的力气很大，很快他就喘不上气了，于是赶忙从口袋里取出那颗珠子，放到对方肩膀上。珠子瞬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个灵能生物马上被燃烧殆尽，燃烧过程中散发出剧烈的尸臭味。小乙没忍住直接吐了出来。随后他就发现那个灵能生物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一转身发现那双高跟鞋正朝自己走过来，原来这双鞋子才是本体。就在他掏出珠子决定与对方决一死战时，高跟鞋调转了方向，随后就走远了。高跟鞋走后，他也必须要快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1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派人对尸体进行检查。法医检查发现，这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这一点就说明这人已经死了1周了。火焰焚烧是刚刚才进行的，莫非是为了毁尸灭迹？还有就是脚部磨损严重，骨头出现错位，每走一步都会疼痛难忍。生前莫非遭受过折磨？这时，除灵工会的人来了，拿出一份通知，告诉对方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被他们接手了。此时的博悦酒店，小乙开了一个房间，在里面洗了个热水澡，终于把刚才那些恶心的气味洗掉了。洗完澡之后，他拿出手机翻看着周边有没有房子对外出租，必须得租一个房子才行，不然每次采购完都要东躲西藏的，还要找机会才能回到柴木新居。如果有个房子的话，今天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时，房间的电视正在播报刚才发生的事情，据说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如果广大观众有嫌疑人的线索，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自从小乙收到爷爷的遗嘱后，就开始怪事不断，究竟还有多少事是自己不知道的？此刻他已经拿着钥匙回到了柴木新居，发现日记本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上面写着有人带着爷爷去看房，回来之后身边会发生许多不好的事情，怪不得今天会遇到穿红色高跟鞋的灵能生物，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次爷爷和神秘人的赌约很简单，就是赌他能够在那块土地上快乐的生存下去。这时候小乙才明白，不管爷爷跟对方的赌约是什么，自己夹在中间必然不好过，唯一能够安稳的活下去的方法就是放弃这块地。但是这里是爷爷留给自己的宝藏，是可以为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地方，自己是绝对不会放弃这里的，并且他还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就算以后的路荆棘密布，也要勇敢的走下去。至于怎么增强自己，眼前就是最好的答案。增强自己还得先填饱肚子。随后小乙就找了一些食材做了一碗面，八爪也被面的香味吸引过来，小乙就把面递了上去让对方先吃。看着对方的样子，小乙有些无语，随后就让他变换一下样貌。这碗面真的很香，八爪吃得很开心。随后他又去找了一些金条给小乙，让他继续给自己做面。看着一个又一个空碗，小乙很欣慰，八爪什么都吃，真的很好养活。此时窗户外面突然传来了轰隆声，小乙走到窗前，看着翻涌的海水，还有不断出现的海怪，大惊失色，道是海啸来了。小乙赶忙把爷爷留下的日记本放到箱子里，他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看了一眼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大头，已经不想管他了，毕竟自己现在已经自身难保。轰的一下，外面再次传来海啸拍击地面的声音。看着大头可怜的表情，他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就告诉对方，如果这次死不了，就给自己打一辈子的工。随后就让大头攀附在箱子上，又给箱子上绑了一根绳子，另外一端系在自己腰上。小乙刚准备把自己传送回现实世界，就再次听到一声巨响，房子瞬间被海水淹没，他们两个都被卷进了海里，随后不断的向海底沉去。突然二人之间的连接绳断了，小乙感觉有些不妙，海底现在特别的冷，必须得赶快游到水面上。就在他拼命往上游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看着体型应该是个美人鱼。这时女子的眼睛冒着绿光，突然张开嘴，露出嘴里的眼珠子。小乙吓了一跳，有一瞬间的愣神。此时女子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想要把他吞下去。小乙马上就要窒息了，他赶忙拿出紫珠推到了对方的手臂上，瞬间女子的手臂就燃烧起来，痛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嚎。随后又问对方从哪里得到的卓幽珠。趁着对方疼痛的间隙，小乙赶忙朝水面游去，马上就要接近出口时，他的脚又被对方抓住。小乙不禁感叹对方比那双红色高跟鞋还要难缠。就在他再次要被对方拖走时，两条触手从上面伸了下来，将他紧紧地捆住，并不断地向上拖拽。那名女子也没有放弃，也在不停地拖拽。正当小乙被拖拽得七荤八素时，手中的紫珠触碰了大头的触手，触手瞬间燃起大火，但是他没松手，一口气连带着那头人鱼一起拽了上来。看着大头的触手不断地被燃烧，小乙心中很是心疼。这时那条人鱼开始大笑，告诉对方救他的东西最终也会要了他的命。说完就已经陷入到癫狂的状态，他不仅要卓幽珠，还要把他们一口一口的都吃掉。随后抓起对方的腿狠狠的就咬了下去。这时他才察觉到不对劲，自己咬的是那头大头怪的触手，根本不是那人的腿。人鱼现在彻底被激怒了，就朝着小乙发动攻击。眼看事情不妙，大头顾不上紫珠的灼烧，直接把小乙裹成一个粽子。奈何紫珠的威力太大了，
触手尽数被燃烧。这时那头人鱼已经爬了出来，随后贴在小乙耳边告诉他，还得多亏了那只大头怪，不然自己怎么能这么顺利的抓住它？不仅抓住了，一会儿还可以直接撕碎了吃掉。小乙告诉对方，想吃自己可没有那么容易，随后就把紫珠塞进了对方张开的嘴中。人鱼瞬间被紫色火焰包裹住，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紫色火焰不停地在他周围燃烧，他无可奈何，只能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处理完这头人鱼，小乙也终于爬上了岸。这时的大头一个触手都没有了。小乙告诉对方，其实可以不用救自己的，这样不就自由了吗？大头什么都没说，再次变换出小女孩的样子，可怜巴巴地告诉对方自己饿了。小乙宠溺地看着对方，不管一会想吃什么，全都安排。随后他意识到还没有给对方起名字，想名字的时候目光瞥了一眼海水，急忙招呼大头赶快回去，马上就要退潮了。等回到小屋后，海啸结束后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宝贝，还有一颗珊瑚长满了金色的珠子。这种珠子比较低调，没有黄金那么惹眼，价格却远远高过黄金，再不济做个手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小乙直接把这颗珊瑚从地里面拔了出来，随后他就注意到珊瑚底下藏着一把匕首，他在一旁抱着珊瑚，吩咐蛮蛮帮他把那把匕首刨出来。只见蛮蛮拿了2根金条，就开始卖力地刨了起来。当匕首渐渐露出本来的模样时，突然他身上发出嗡的一声，周身也不断有电光在流转。小乙赶忙让对方闪开，随后掏出火腿肠，远远地朝匕首扔去。只看到在电光火石之间，火腿肠就被削成好几段。看着眼前这一幕，小乙大惊失色。看来这把匕首和紫珠不一样，无论是灵能生物还是死物，应该都会遭受到攻击。这时树林里突然传出了沙沙声，他不确定谁会出现在这里。小乙的心中有些紧张，这是自己的地盘，自己在这里有着绝对的权威。伴随着草丛被分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准确来说是一名背着竹篓拿着木杖的老人。小乙有些震惊，这竟然是一个活人。这里是黄泉，这老头出现的时机也有些凑巧，肯定有问题。老人此时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后开口道，小伙子运气不错呀，得到这么多好东西。从老人的语气上可以分辨出，对方肯定认识这些东西，不知道对方是想要还是想抢。这时小乙问对方该怎么称呼，要不进家里坐一会儿。小乙想到只要对方进了自己的地盘，事情的走向就由不得他了。老人好像猜中了对方的心思，随后连连摆手告诉他不用这么麻烦，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若是有丢失的，自己也说不清楚。目光一转，老人被地上的匕首所吸引，询问对方能不能把这把剑卖给自己。小乙没有回答，心中暗想到这不是一把匕首吗？怎么会是剑？莫非这老头知道他的来历？老人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以为对方不想卖，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告诉对方这把剑自己很喜欢，若是老爷子这真心想要，只要价格合适，自己就忍痛割爱。听到对方这么说，老人说道，没想到小小年纪处事却这么老练。小乙微微一笑，随后又拍了一阵的彩虹屁，给老爷子哄得哈哈大笑。难得对方这么好学，于是就从竹篓里拿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名为照幽镜，若是有幽灵鬼怪，一照便会知道对方的底细。若是镜子里出现一团迷雾，就不可以擅自处理了，自己每隔7天会过来一次，届时自己定会处理。小乙欣然地收下那面铜镜，并告诉老人那把剑还得麻烦对方亲自去取。随后老人直接朝那把剑招了招手指，此时那把剑身上爆发出蓬勃无比的杀气，之后嗖的一下稳稳地落在老人手中。拿到这把剑后，老人不禁感叹，这片黄泉下不知道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杰，哪一个又能平复心中的怨气呢？话音刚落，手指在剑身上一扫，一股绿色的光芒飞出没入剑中。刚才还是锈迹斑斑的剑，这时变得锋利无比，之后就一把扔到竹篓里，又喃喃自语道，也不知道这黄泉下埋葬的豪杰中，有没有那种死后还敢称鬼雄的存在。拿到剑后，老人就先行离开了。老人走后，看着手中的镜子，小乙在想，这笔买卖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现在自己的脚下一地的黄金，早就不缺钱了，现在缺的是对黄泉以及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时蛮蛮从珊瑚后面走了出来，正好可以试验一下这面镜子的效果。刚把镜子对准对方，信息就显现出来了。蛮蛮名为大头蛮，出生在幽冥僻静之地，为尸骨怨气所化，贪吃胆小，善于使用幻术，
小乙有些不满，别的自己可以接受，这个胆小是怎么回事？明明刚刚还救了自己。看来这面镜子的话也不可全信。小乙这才知道，自己给对方取的名字还是很合适的。随后一边摸着满满的脑袋，一边把镜子对准那株珊瑚。这是一株幽母灵山，生长在黄泉900丈下面，上面结满了山瘤，可以吸收鬼怪的残魂，并把其中的威能保留下来。如果吃下鬼怪所化的肉球，就可以获得其中那个鬼怪的力量。听到镜子的介绍，小乙也明白了这颗珊瑚的作用。如果自己可以获得那些鬼怪的力量，应该就再也不用害怕那些灵能生物了。正当他沉思怎么抓住那些妖魔鬼怪之时，有一颗肉球从珊瑚上面脱落下来，朝大海的方向滚去。随后小乙就吩咐满满赶快抓住那颗肉球。接到指令后，满满以极快的速度朝肉球追去，之后就变化出本体，试图用自己的触手拦住对方。紧接着肉球就被触手抓住，以防对方会再次逃跑。满满用触手将对方缠得结结实实的。突然噗的一声，一条金色的手臂从触手包围圈里伸了出来，紧接着身体也从里面钻了出来。肉球猛地一下就朝满满撞去。噗的一声，满满感觉到自己被撞得七荤八素，再次伸出自己的触手准备缠住对方。可是肉球的本事很高，直接将对方的触手斩成一段段的。满满看着自己被斩断的触手，怒不可遏，但是也打不过对方，只好垂头丧气的往回走。肉球十分得意，再次冲上去攻击对方。就在这时，小乙大喝一声不准动，肉球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随后满满托举着对方来到小乙面前，他赶忙用镜子查探一番，原来这个肉球名为铁浮游，擅长模仿，身子像铁一样硬，擅长防御，并且好奇心强，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同时还可以用来储存物品。听到镜子的介绍，小乙感觉对方的能力可真不少，要是吃了会不会自己也有这种能力？随后便慢慢的朝对方伸出手，铁浮游大惊，直接变成之前的好几倍大。小乙以为对方要自爆，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周围升起浓浓的白烟，待烟雾散去，里面出现了2个满满。小乙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这简直就不是模仿，分明就是复制啊！2个满满一模一样，这个能力真的是太棒了。他们2个长得都一样，自己也不可能把满满消灭掉，还好自己有着绝对的主动权。这时他直接喊道，命令铁浮游变回本来的模样。砰的一声，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他面前，他把这孩子举起来看了看，这么可爱的孩子自己也下不去手啊，善手不善杀，应该也说明对方是一个好孩子。他告诉对方，从今天起就可以留在这里，除了他的命令之外，不许主动伤害任何人，也不许离开院子半步。随后又嘱咐了一下满满，自己要出去一趟，在这期间一定要和谐相处，不要打架。这时小乙已经来到了现实世界，他正在一家面馆里吃面。每次穿梭在黄泉和现实之中，都会产生一种从黄泉中拉扯回现实的紧绷感。随后他就听见几人在议论，最近有一个抢劫犯被抓起来了，这次联盟警司的办事效率可真高。这时除灵工会的人也在暗中观察他。案发当天有监控显示，只有他一个人进入了那条胡同，而且还安全的走了出来。此时另外一人问道，就算如此，真的有必要动用那样东西吗？雷丁告诉对方，人类的居住地已经出现了灵能生物，即便只有恶灵下等，但是事情的性质已经很严重了。这时小乙已经起身离开面馆，来到了一座古朴的建筑面前。上前敲门后，是一位老妇人开的门。小乙赶忙说明自己就是之前打电话想要租房子的人。听到他这么说，老妇人主动请他进去。来到屋子里坐下后，就告诉对方，每个月的房租是2000联盟币，但是自己可以只收1半的价钱，条件就是不可以让家里的家具落上灰尘，也不可以让角落结了蜘蛛网。对于妇人的请求，小乙全都答应了。妇人告诉他，自己要去疗养院了，这里是他唯一的家，只希望对方能够替自己照顾好这里。到了晚上，小乙刚躺在床上，发现这里的家具都是红木的。张嬷嬷竟然不怕自己把这里变卖了，也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先休息吧。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到了哒哒哒的走路声，随后房门嘎吱一声就被推开，一道红色的光芒不断向他靠近。小乙心中暗骂，没完没了了是吧？上次差点死在抢劫犯手中，这次又来。床上的小乙只能强装镇定，不管是什么灵能生物，都放马过来吧。此时红色高跟鞋还在不断的向他靠近，小乙浑身都在发抖。他不知道对方来的目的是什么，只能紧紧的闭着眼睛装睡。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小乙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用被子蒙住了那双高跟鞋，随即又拿起旁边的凳子狠狠地朝地上打去，凳子瞬间四分五裂，四周也没有了任何声音。一个灵能生物还能被自己一板凳拍死吗？随后他小心地把被子掀开，里面空无一物，是逃了吗？这时他把目光聚集在自己脚上，那双高跟鞋正被穿在他的脚上。这时雷丁两人正站在门口，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丝毫没有什么异样。冰燕拿起一把梳子，喊了一声快点回来，不然就毁了寄生物。这时无数白色光束飞回梳子里，又被冰燕放到了一个木盒子中，随后问雷丁是丁小乙吗？雷丁告诉他不是，但是他跟那件事也有关系。冰燕问他要不要先把人带回去调查一番，雷丁回答道暂时不需要，在找到他和其他灵能生物的关系之前，对方就是一个普通公民，还是先观察一阵子吧。随后2人就离开了张嬷嬷家。由于向灵能生物借取力量，冰燕多少有些虚弱。此时的一座大楼里，参议长正在听手下汇报工作。雷丁的调查结束了，那个人是丁老爷的孙子，绝对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参议长认为那些银行和药商被丁家养了那么多年，丁氏没了，总有一天有他们哭的时候。另外，如果丁家那孩子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就让除灵工会帮一把，也算是感谢丁老爷子这么多年为社会做的贡献。与此同时，小乙正穿着高跟鞋走在一个胡同里，这个高跟鞋把他的脚骨都挤压变形了，让他每走一步都格外的痛苦。此时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人，他赶忙叫住对方，想让对方帮帮自己。那人走近之后，他才发现正是那天被烧死的那个人。此时他的口中一直念叨着新区2号仓库。小乙不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随后那人的身上瞬间燃起紫色火焰，并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火焰的灼烧感让他感到很痛苦，随即便大声喊着让对方放开自己。突然小乙猛地睁开双眼，原来这一切都是个梦啊！如果是梦的话，这一切也太真实了。还有对方口中说的新区2号仓库，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这时手机传来消息提示音，上次买的高能源合成电池也在新区2号仓库取货，这样就有足够的理由过去了。涉及到灵能生物，还是谨慎一点的好。今天还是先去码头把发动机取了吧。收拾好之后，小乙就走出了大门。在他没有看见的角落里，正有一双红色高跟鞋站在那里。这时他已经来到了码头，正在卖力地搬着发动机。在搬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小乙赶忙道歉，并检查了自己的钱包。被撞那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了阴恻恻的笑。搬完发动机后，便去超市采购了一些生活用品。买完后，正推着购物车往家里走去。他现在只想快点把肉球驯服，然后就可以利用对方的吞物技能。那样的话，自己现在也不至于在这里推车。还有昨晚在梦中对灵能生物的无力感，他再也不想体验了。终于把购买的东西都堆放到了家门口，随后拿出柴木新居的钥匙，把买的东西都运送回去。忽然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后背上好像有什么东西盘旋着，眼见已经被发现，后背上的那个鬼怪转身就逃。这时小乙大喝一声站住，嗖的一下这个鬼怪就掉在地上不动了。随后吩咐蛮蛮把鬼怪抓到外面去，之后就拿出镜子看了一眼对方的属性，这是一只避光臀，擅长隐藏自己，喜好银血，讨厌阳光，口中藏有毒刺。后面就是避光臀的烹饪方式。小乙大骂，一把宝剑就换了这么个破玩意，每天只能用3次，动不动就报菜谱。不过话说回来，这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随后小乙询问对方会不会说话，避光臀摇摇头。那么现在他要问问题，他只需要摇头和点头就可以了。随后就问道是不是在码头的时候爬上来的？对方点点头。莫非那个人要杀自己？小乙继续问道。避光臀此时摇摇头，又点点头。看来这是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啊，或者身上有什么对方想要得到的东西，达到目的之后再杀人灭口。听到他这样说，避光臀吱吱吱的叫了起来。看来自己猜的没错。那么问题来了，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对方要来杀自己？随后他看向对方又问道，认不认识一双红色高跟鞋？还有就是介不介意变成一颗球？然后蛮蛮就把避光臀递了过去，一颗山流立马把它吞了进去。几秒钟后又吐出来一颗紫色的肉球。小乙捡起那颗肉球，吃了之后就会获得异能吗？那会不会变成怪物啊？想到昨晚的噩梦，莫名出现的避光臀，无异于已经有人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必须得赌一把了。只有活着，一切才有意义，死了一切都会消失，只能留下一堆烂肉。小乙猛吸一口气，
直接将这颗碧光臀所化的金球吞入腹中。与此同时，在现实中某个地下室里，一个被叫做老三的人突然喷出一口鲜血，随后直接倒地身亡。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女子判断出，对方的死是因为有人击碎了他的灵能。会不会是除灵公会的人？一个浑身都被黑衣包裹住的男人告诉他，这不是除灵公会的风格，对方更喜欢放长线钓大鱼。随后吩咐一个名为老六的胖子，尽快去把丁小乙抓回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时，小乙已经完全吸收了那颗金球的力量，此时的他就好似脱胎换骨一般，身体都要比之前强壮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隐身功能，虽然一次只能使用5分钟。这时，他的目光再次聚集在镜子上。之前还很好奇这里怎么会摆着一面镜子，在下人的观念中，镜子是不可以对着床的。不过之前在这面镜子前，蛮蛮和碧光臀都无处遁形。若是自己在镜子面前隐身，又会发生什么呢？试验了一番后，小乙就发现一股无形中的力量，将自己的隐身能力给压制了。果然，爷爷从来不做无用功。这是一面能够压制灵能生物能力的镜子，这也是爷爷留给自己的一道保险。不知道之前爷爷是不是也遭受过暗算，所以才选择在这里放置一面镜子。这时，日记本再次翻动起来，第3页日记已经可以看了。小乙拿起日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联盟历99年9月1日。由于他频繁地进入那个地方，导致周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尤其是今天的事情最为严重。小乙在看电视的时候，沙发后面出现了一颗人头。这时小乙恰好回头，直接被那颗人头吓哭了。没办法，自己只好将人头提在手里，并告诉孙子这是自己跟他开玩笑呢。看完这段日记，小乙也回想起了之前的事情，原来这些都不是玩笑。似乎从那天开始，爷爷就喜欢跟他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也不知道这些玩笑中有几成是真的玩笑，几成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小乙的思绪很乱，他接着阅读着爷爷的日记。在99年12月份的某天上午，几家银行的负责人来找自己，希望可以入股丁家制药厂。这个举措可以看出来，这几家银行已经不单单满足借贷的利润了，每家提出的条件都很诱人，但是自己并没有同意，送走了那些银行家。那个黑衣人又来了，在他看来，刚刚那些人都是些穷鬼。随后就向自己展示了5张油黄色的冥币，并告诉自己这个才是真正的钱，而且人的寿命是有限的，阳间的钱并不可能终身相伴，只有冥钞才是终极选择。话音刚落，一张冥币开始燃烧，燃烧的时候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影子。这就是第3页的全部内容，不出意外还是在关键时候就没了。这时小乙拿出爷爷留给自己的那张冥币，如果将它点燃会发生什么呢？之后的3天时间里，第1天将之前得到的物品统一进行整理，其中有一颗鬼音珠最为神奇，放入水中能够发出呢喃细语之声，可以诱使鬼怪失去神智。灵灯兽就是用这种方法捕食的。随后小乙直接将这颗珠子放在水缸里，落水的一瞬间，肉球和蛮蛮直接就被迷惑，直到从水中取出来才再次恢复神智。若是找个铁笼子将鬼音珠放入黄泉水里，等着落潮了，笼子里保不齐会有大收获。当小乙把镜子照到利姆身上时，不靠谱的镜子再次开始报菜谱。不过利姆属实是好东西，必须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了。随后蛮蛮就朝利姆山冲去。此时小乙手中正拿着一颗人参，此参名为阴极血参，营养极高，鬼怪和活人服用都有效果，能够使人肉身坚硬如铁。一听见镜子这样说，小乙顿时来了兴趣，坚硬如铁，那可真是太好了，一会儿就找个机会服用。这时镜子再次开口，活人吃了不出3天就会变成僵尸。小乙一听脸色大变，这晦气东西每次说话都大喘气，怕不是要害死自己。随后直接把镜子扔了出去，自己吃不了就只能给蛮蛮吃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呢。第2天主要就是将肉球驯服。首先小乙给了对方一颗糖果，这颗糖果或许是真的很美味，肉球吃完1颗还想吃。随后小乙也没吝啬，直接拿出之前训狗的方法对肉球进行训练。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小乙告诉对方他今天的糖果份额已经吃没了，肉球瞬间露出委屈的表情。这时小乙告诉他只要完成1个任务就可以得到3颗糖果。肉球一听瞬间两眼放光。此时小乙伸出自己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任务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只要自己不允许变回来，他就不许变回来。几息后，一只手套出现在地上，随后又指挥他吞掉那些金子。完全吞完之后，
小乙把它从地上捡起来，并没有感觉手套变重了，应该是把东西储存到另一个空间去了。小乙的计划就是把肉球带回现实世界，成为自己手上的底牌。第3天就是回到现实世界改造一下汽车的发动机，现在就缺一个抽水机，有了它，黄泉就会成为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此时的雷丁和冰燕还在张嬷嬷家外面蹲守。这时，雷丁问对方知不知道这座宅子是谁的。冰燕告诉他，之前看资料的时候，自己都有些震惊了。档案上能看到的资料后面都写得不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诅咒他呢。这时，雷丁赶忙捂上对方的嘴，并告诉他不要乱说话。这个张嬷嬷之前也是一个军官，现在的参议长曾经是对方的手下，说话注意点，小心被有心人利用。此时他注意到丁小乙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立刻就打起精神来。小乙出门后就上了车，朝新区2号仓库赶去。雷丁2人也赶忙开车跟上。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新区2号仓库的门口。这里使用的是 K19 款门禁，由于服用了优姆利，小乙的视力大范围提高。他发现每个仓库前都有左右2个摄像头，并且还是交叉式的，一点死角都没有。走到门前，刚准备进去，就发现老式门禁就只是个障眼法，这种门禁必须要使用门禁卡。就在这时，左手上的肉球突然有些异动，忽然脚步声传来，是给他送货的小哥。同时，小哥告诉对方还有尾款没有结清。小乙直接拿出一沓现金递给对方，同时他也告诉对方他还需要托运一些物品，这次需要冷链运输。小哥告诉他没问题，2号仓库主要就是做冷链运输的，并且所有标准都是行业内顶尖的。话还没说完，小乙就打断了对方，告诉他自己只想要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若是可以的话，最好能带自己参观一下2号仓库。小哥刚想拒绝，小乙直接递上一个红包，告诉对方如果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始终有点不放心。小哥一边收起红包，一边装模作样的说道：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但是他的诚意很高，可以享受这些特权。随后就打开门禁，带着小乙朝仓库里面走去。进入仓库后，小哥一直给他介绍着仓库的主要分区，一个是浅冻区，另一个是急冻区，还有一个深冻区。另外，储物区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机器人能够进去。趁着小哥不注意，小乙四处张望着。梦里的那个家伙只说是2号仓库，也没说具体在哪里。这时不知不觉间，2人已经走到了深冻区。此时肉球再次产生异动，看来深冻区里是有什么东西。小乙不自觉地后退一步，看到对方的异常举动，小哥也有些纳闷。小乙告诉对方自己只是有些冷，随后小哥就带着他出去了。只要远离深冻区，肉球也就安静下来了。也不知道这深冻区到底有什么。肉球是黄泉的土著，让他都感到不安的东西一定不简单。不管是什么，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触碰，等回去之后一定要给除林工会发送一封举报信。这时迎面驶来一个面包车，一个胖子卡在门那里下不来，就喊小乙过来帮帮自己。他刚走到对方面前，握住他的手，就被对方释放出来的电流击中，随后直接被拖拽上车。上车后，小乙感觉对面这个胖子跟之前在码头遇到的人有着相同的气息，看来2人是一伙的。胖子的身躯渐渐缩小，看来刚刚就是故意卡住诱骗自己的。小乙问他们要多少钱，只要开个价，全都不是问题。胖子并没有理他，直接掏出他的手机捏了个粉碎。胖子警告道：最好不要耍手段，自己不抢劫，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时前面开车的那个人突然说道：有人在跟踪，应该是除林工会的，现在必须尽快通知首领，找个地方接应。于是胖子就转过身拨打电话。胖子的身躯太过于肥硕，小乙根本看不清对方拨打的号码。打了一会儿，胖子有些生气，信号已经被除林工会的人屏蔽了，根本联系不上首领他们。突然开车的人猛打方向盘，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走去保护区，只要到了那里，除林工会根本抓不住他们。此时小乙也在沉思，对方似乎十分忌惮除林工会，也许自己可以借助这一点逃跑，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不知道开了多久还是没能甩掉对方，只能放手一搏了。开车那名男子直接撞开大桥的护栏，直接飞到桥下。雷丁2人没办法，只好将车停在原地。雷丁并不甘心就让对方这样跑了，随后他直接跳了下去，稳稳地落在一辆大货车上，之后从窗户爬进车子里，告诉司机自己的身份，并暂时要征用他这辆车。随后就驾驶着货车朝对方追去。眼见要逃脱不掉，胖子决定在车里就杀了小乙。小乙现在比较关心，
为什么灵能生物会听从这个胖子的指挥？这时开车那人告诉胖子冷静点，现在是白天，贸然出手还会让对方试探出他的底细。胖子不解，那应该怎么办？这时对方准备把车子开进树林里，随着一声大喝传来，胖子就带着小乙跳车了。他们跳车的地点很高，胖子直接抱着小乙跳了下来，小乙大叫着自己恐高啊。落地之后，胖子直接把小乙扔开，并警告对方再敢大喊大叫，直接就杀了他。小乙现在必须要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才能让对方掉以轻心。果然对方上当了，还感觉是不是情报出错了？这么胆小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件货物的线索？这时那名开车的人突然出现在二人面前，小乙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对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开车男告诉胖子不要质疑首领的决定，并告诉他先带着小乙走，自己来对付那名除灵师。还有，如果这小子要逃走的话，直接杀了，把尸体带回去就行，从尸体中也可以得到那份情报。小乙大惊失色，这个男人是来真的啊，还要从尸体上获取情报，这些到底是什么人？随后胖子就带着小乙朝树林深处走去，开车男也跟雷丁对峙上了。胖子抓着小乙正在穿过一大片草地，走了一会儿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在原地休息一会儿。这时小乙问对方，就不担心自己的伙伴不是除灵师的对手吗？毕竟除灵公会的人一个个都还挺厉害的。胖子有些不屑，1对1的情况下堕灵师的实力要在除灵师之上。小乙有些好奇堕灵师是做什么的，此时胖子有些兴奋，告诉他堕灵师才是真正的神，而他们只不过是联盟和除灵公会圈养的绵羊。这时胖子越说越兴奋，周身瞬间被蓝色雷电包裹，只要自己一直当堕灵师，那么终有一天会成为世人眼中真正的神。看着对方现在的状态，小乙感觉就像个神棍，自己必须马上找准时机逃离这个神棍。随后他朝树林深处望了望，并没有发现可以隐蔽的地方，现在只能先想想办法如何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时小乙看着胖子笑道，怎么可能会成为神呢？莫不是被人给骗了吧？胖子没有在乎对方是否相信，只是告诉他反正也快死了，临死前就让对方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这时胖子手中像树干一样的物体突然绽放出耀眼的红光，紧接着所有红光都朝胖子的体内涌去。小乙大惊，这莫非是灵能生物？胖子却告诉他这不是灵能生物，而是世界的希望。随后胖子的身躯不断的变大，恶狠狠地盯着小乙，让对方告诉自己那件货在哪里。小乙很不解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难不成说的是2号仓库里的那样东西？怪不得这些人都在找自己，果然跟2号仓库的那样东西有关。看着对方一直没出声，胖子告诉他如果不说自己就会把他碾成一颗肉球。来不及多想，小乙转身就跑，胖子也连忙追上，刚走了几步就发现对方消失了。正当他纳闷之时，肚子上传来猛烈的疼痛感，有人在揍自己，自己却找不到人。此时小乙利用隐身功能把胖子揍得落花流水，3下5除2就把对方放倒，随后就带着对方一起回到了柴木新居。此时胖子正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两人面对面坐着。随后小乙就问对方为什么要来抓自己，胖子刚准备含糊过去，嘴皮子却不受控制地告诉对方，有一个抢劫犯抢走了他们的一样东西，而他正是最后一个跟那个抢劫犯接触的人。胖子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还有这小子跟资料显示的有些不同，真的会是一个普通人吗？让首领知道自己泄密，那就死定了。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把对方杀了。紧接着小乙继续问道是什么样的货物。胖子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只知道是信徒耗费多年才弄到手。听对方这么说，小乙大惊，真没想到对方还有信徒呢。这时胖子告诉对方自己想要撒尿，小乙就给对方解开了绳子，在这里根本不怕他跑。胖子也察觉到这里的诡异之处，打算离开后再带人过来。随后他直接跳入黄泉海中，刚游了几秒钟就被海里的鬼怪吃的骨头都没剩。小乙不想亲手杀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对方离开，死在鬼怪口中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毕竟对方曾经是想杀自己的。时间不早了，除灵公会应该还在四处找自己，得回去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刚刚的森林里有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雷丁和冰焰感觉丁小乙应该是凶多吉少了，毕竟堕灵师那帮家伙就喜欢在尸体上挖掘情报。正当两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声救命声传来，正是丁小乙。只见对方连滚带爬的来到二人身边，紧紧的抱住了雷丁的腿，大喊着大红鞋别过来啊！
看着小乙的情绪有些激动，雷丁二人赶快把对方送到医院。病房里，小乙告诉二人，当时突然出现了一双红鞋，跟自己之前在老城区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个胖子穿上红鞋后就发了疯的奔跑，等自己回过神来之后，人就已经不见了。雷丁把对方说的情况全都记录了下来，随后又问道：之前就与灵能生物有过接触，为什么不报案？小乙支支吾吾地告诉对方，自己太害怕了，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这时冰燕开始提醒雷丁，还是让小乙先休息一下吧，毕竟刚才受了不少的惊吓。此时小乙暗暗想到，这位叫雷丁的大叔理智谨慎，自己说的话未必能够全信。雷丁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他感觉对方说的荒诞古怪，又有一点匪夷所思，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破绽。随后告诉对方，今天就先到这里。两人刚准备起身离开，小乙小心地拉住了冰燕的衣摆，告诉他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之前在老城区看到的那双红鞋，嘴里一直念叨着2号仓库。听到对方这样说，雷丁俩人也是感到一头雾水。小乙心想，可算是把这个锅给甩出去，直觉告诉自己2号仓库一定有古怪，还有就是那个东西不是现在的自己可以触碰的。这时冰燕走到他面前，告诉他，介于他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除灵公会准备派人保护他。小乙听完点点头，不过必须答应自己2个条件：第一，自己只想待在自己的院子里；其次就是保护自己的那个人必须是冰燕。还没等冰燕反应过来，雷丁就同意了对方的条件，随后他就回去向总部汇报了，让冰燕留在这里。对方走后，冰燕询问小乙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小乙微微一笑，一记彩虹屁拍了上去，因为他看起来更可靠。随后就问对方之前绑架自己的都是什么人。冰燕告诉对方，在100多年前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地震，灵能生物也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最早一批能够使用灵能生物力量的人被称为除灵师，也是他们最早创建了除灵公会。但是这里面的人有一小部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做坏事，这部分人被称为堕灵师，他们不计代价的获得力量，还杀了不少除灵公会的人，所以一旦遇上堕灵师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就在这时，空间突然开始扭曲，随后楼房开始坍塌，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这时冰燕扔出一颗黑色的珠子，随后吩咐小乙捂住耳朵，之后黑球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他们又回到了刚刚的地方，原来是灵能生物的磁场导致了空间扭曲，应该是堕灵师来了，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磁爆球撑不了多久，刚跑了几步，二人面前就出现了一道倩影，此人正是堕灵师飘絮。冰燕马上拦在小乙面前，让对方快点跑。小乙也没磨蹭，直接转身就跑，他必须快点去搬救兵。随后他躲在一个角落里，拿出柴木新居的钥匙，发现根本就不好使。突然他的头被狠狠地敲了一下，在逐渐失去意识之前，他看到了一个全身被黑衣包裹的人，黑衣人的旁边还跟着一个侏儒，侏儒正准备用剑砍下小乙的脑袋。黑衣人告诉对方已经没有时间了，除灵公会一定已经得到线索了，先带上他回去。与此同时，冰燕已经伤痕累累，她根本就不是眼前这名女子的对手。冰燕感觉今天自己势必要死在这里，不如直接跟对方同归于尽好了。随后他取出冰刀，义无反顾地朝女子冲去。就在冰刀马上就要刺进对方的胸口时，一个手掌抓住了他的手腕，使得他的刀不能再向前半步。随后那手掌的主人直接把冰燕掀翻在地，告诉自己的手下还是太轻敌了。之后他吩咐女子赶快给对方止血。除灵公会最近培养了不少好苗子，可千万不能死了。此时的一座地下室里，诸如一桶水泼在小乙脸上，小乙这才清醒过来，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果然跟上次劫持自己的是一伙的。随后又看到了被绑在旁边的冰燕。这时黑衣人开口问道，东西在哪里？小乙非常疑惑地问，是什么东西？自己留学归来之后，公司都破产了，哪有对方要的东西？眼看对方不肯说，黑衣人正准备对他做点什么时，冰燕告诉对方放了小乙，想知道什么自己全都会说出来。对方嘿嘿一笑，只要肯说，自己2个都放。随后又用自己的灵启示，当冰燕将自己所知的告诉对方后，黑衣人的眼睛泛着红光。这时绑住他们2个的锁链直接断了，随后空间再次发生扭曲，他们出现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而他们的对面有数不清的灵能生物。小乙架起对方就跑，冰燕让他自己跑，既然那人能让他们2个来到这里，就也没想着让他们活着离开。小乙安慰道，不用怕，自己还有底牌呢。随后又问对方为什么把仓库的事情说出去。对方回答道，若是不说，那些人会把他折磨致死，这样的话
自己的牺牲就白费了。此时，小乙取出爷爷留给自己的那张冥币，点燃后就有一辆车出现在他们面前，并招呼他们赶快上车。此刻也来不及解释了，他一把就把冰焰塞进车里，随后自己也坐了上去，告诉司机回到人间。司机马上提高车速，从那些蓝色灵能生物中间穿了过去。经过不断的穿梭，他们终于回到了人间。回到人间后，冰焰早就虚弱不堪，小乙直接把对方送到医院，并告诉对方安心养伤，自己已经报警了。安置好冰焰后，小乙的心中充满怒火，那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自己麻烦，也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了。之后他就回到柴木新居，若不是冰焰，自己可能已经死了，这次必须要去报仇。说完，他就告诉蛮蛮和肉球跟自己一起去揍人。随后，小乙就来到了2号仓库，突然就看见了那个侏儒，随后就利用隐身效果跟在侏儒后面。走进一个房间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冒牌的冰焰，怪不得这个侏儒能够进入禁区，这堕灵师的本事可真不小。这个冒牌的冰焰名为无面。随后他就把一个箱子递给了那名侏儒，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伤灵中品的黑土钩。虽然这次的行踪已经泄露，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计划还是充满信心。无面让侏儒赶快进去准备一番。此时小姨也吩咐肉球附在盒子上面，随后侏儒就拎着盒子走了，并让无面给自己把风。侏儒走远后，小乙从黑暗处走了出来，他询问对方怎么把自己丢下了。无面感觉对方应该没能认出自己，还有不是已经把他放到幽冥了吗？怎么又出来了？先静观其变吧。小乙随后就扔给对方一颗糖，还没等对方接住，就被突然冒出的肉球连人带糖一口给吞了下去。吃完后又把对方的面具吐了出来。小乙捡起那枚面具，有些好奇，随后就用镜子查看了一下属性。这个面具名为无铅面，山精所化，佩戴此物可以自由的变化形态，没有任何副作用。看到没有副作用，小乙就把面具戴在了自己脸上，果然就变化成冰焰的样子。随后对讲机里就传出了飘絮的声音，他让自己赶快过去支援。首领受了很重的伤，随后他就询问对方在什么位置，其实是可以直接杀他们的措手不及。当他朝对方所说的方向走去时，对方要求他快一点，自己就在他前面的那个办公室里。这时小乙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是隐身状态的，那么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办公室外面的？也许是解决了无面，让他放下了警惕心，妄想能够一举歼灭对方，以至于被人钻了空子。这时他猛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不管是人还是灵能生物，先尝尝磁爆弹的威力吧。说完，一颗黑色的珠子就被扔进了一条裂缝中，轰的一下，墙壁瞬间被炸得4分5裂。随后就利用肉球的威能，直接把作怪的灵能生物抓了出来。这个鬼怪名为铁牙奇，能读懂人的内心所想，通过勾起心魔来诱杀猎物。不过肉嫩无刺，食之大补。听到镜子这样说，小乙瞬间两眼放光。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声音传来，是除灵公会的飞鱼。他告诉小乙，灵能生物靠近仓库后就全部失控了，雷丁他们被困在仓库里。小乙询问对方是不是那名剪刀女打伤了他，对方点点头，还有一个黑衣人十分厉害，千万不可逞强。听对方说完，小乙准备把他送进医院。飞鱼摇摇头，已经来不及了，下个月他的女儿生日，礼物就在储物柜里。对方拜托他把礼物送到自己女儿手中，随后取出一个发着蓝色光芒的吊坠，告诉小乙自己的灵能生物失控了，如果可以，请找到他或者直接击杀。话音刚落，飞鱼就失去了生机。之后小乙就打算过去看看，若是不行自己就撤退，然后就变回他自己本来的模样。来到了仓库门口后，就听见有脚步声传来，是除灵公会的人。小乙赶忙躲起来，正当他感觉为首的那名女子似乎发现自己时，嗖的一下，一颗头颅从门里扔了出来，是洛恩特。对方已经被吃的只剩下一颗头了。这时女子拿出一个类似于手电筒的东西扔了进去，众人这才看清门里的情况，门里全是他们的灵能生物。他搞不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小乙想到之前飞鱼说的话，灵能生物靠近仓库就暴走了，如果堕灵师天生就有这种能力，也不至于会被除灵公会压制。此刻一只豹子嘴里叼着一个人慢悠悠地走了出来，领头那名女子看到这一幕，就想到这一定是灵能生物的反噬，这样下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杀死这些灵能生物。随后那名女子就开始作战部署，名为黑甲的那名除灵师负责解开镇灵盒，铁爪和碎梦负责掩护，由童子进行击杀。此刻黑甲已经解开镇灵盒，他的灵能生物是元豚，
元屯可以通过发出声音使灵能生物陷入沉睡，但是必须要用记忆来支付，时间越久，消耗的记忆就越长。看着周围的灵能生物已经睡着，童子立马上前一刀一个，很快就将他们全部解决掉。突然，一把蓝色的冰刀刺中了他的胸口，出手之人正是飘絮。此刻的他样子十分古怪，胸以下的部位都变成了鬼怪的身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快，这就是力量带给他的。他告诉众人，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外面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马上就能成为神灵了。领头那名女子冷笑道：“自己有4个人，难道还会怕他不成？”剪刀女摇摇头，是5对2才对。小乙一惊，莫非是对方发现自己了？这时，那名黑衣人再次出现，手里还提着重伤的雷丁，他挥手就把雷丁扔了出去。黑甲刚想去接，就被拦住。黑甲问对方为什么不让自己接住雷丁，女子告诉他，只要过去了，马上就会死的。此时，小乙正在给雷丁治伤，同时告诉对方左侧手臂只是电路板烧了，但是电击马达还能用，自己可以把剪刀女引过来，到时候再让雷丁出手将对方干掉。雷丁心里很震惊，能够拥有隐身技能的是非常少见的，每一个无疑都是成长性极高的刺客。这时，小乙告诉对方已经好了，但是线路还暴露在外面，这里的环境很潮湿，只能速战速决。小乙认为鬼阴珠的声音是按照水量来传播的，眼下距离仓库大门只有不到20米的距离，这里的这些冰块应该足够把剪刀女引过来。随后他告诉了雷丁自己的计划，可以联手把剪刀女干掉。1个小时前，他们来到2号仓库后，飞鱼率先发现了那个箱子。这时黑衣人和剪刀女也赶了过来，剪刀女直接朝箱子冲去，飞鱼赶忙用自己的盾牌来阻挡，可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盾牌直接被对方击碎。对方直接打开了箱子，瞬间无穷无尽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随后对方就变成了这副模样。紧接着他们的灵能生物就失控了。雷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小乙。小乙问道，那个箱子里到底有什么？雷丁很抱歉，这个自己不能说。随后他就把对方扶了起来，告诉他只有1次机会，必须一击即中。黑衣人也没想到雷丁竟然还能站起来，随后就吩咐剪刀女杀了对方。当他马上要冲到对方面前时，鬼阴珠已经开始起作用，瞬间让对方进入到了幻觉。他想起了昔日的恋人，利用对方愣神的这个空隙，雷丁直接用手掌穿透对方的胸口，剪刀女成功被击杀。随后他赶忙喊小乙扶自己起来，之后他便问黑衣人，之前为了压制那个箱子，应该差点就被吸干了吧，现在还能跟自己打多久呢？黑衣人脸色有些阴沉，真没想到对方能够重新站起来，难道这些年工会的生物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看着对方没有说话，雷丁继续说道，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不就是等着有人支援吗？不过安插在工会里的线人又能拖多长时间？这点应该比自己明白吧？黑衣人无话可说，直接把地面炸了一个洞就逃走了。对方走后，小乙感觉隐身时间应该快到了，若是让除灵工会发现自己在这里，势必会说不清楚，还是赶快离开吧。随后他就拿出手机给那名侏儒打了过去，告诉对方首领已经重伤，飘絮也死了，马上过来接应自己。侏儒告诉对方自己在东边的山上，只给他10分钟的时间。就在他要走的时候，突然一道红光传来，小乙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他现在要马上去找那个侏儒。他走后，穿着红色高跟鞋的飞鱼出现在走廊中。此时的侏儒等得十分糟心，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对方还是没有出现。就在这时，他听到草丛里传来沙沙声，随后就看到一只巨大无比的八爪鱼怪，还不等他反应，就直接将他绑了起来，带回了柴木新居。刚回到房子里，小乙就发现日记本已经到了最新章节，随后就吩咐蛮蛮负责拷问这个侏儒，但是蛮蛮并不懂拷问是什么意思。小乙就吩咐对方先把这个侏儒揍一顿好了。他直接拿起日记本看了起来，在联盟历100年3月12号，费尽千辛万苦，才在一座破庙里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开始接触除灵师，可能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亦或者是丁氏药厂的口碑，对方跟自己说了很多之前不曾接触的事情。但是当天晚上，那位使者又来了，他说那些除灵师驾驭灵能生物的方式是错误的。看到这里，小乙不禁思考起来，日记里说除灵师的方式是错误的，莫非堕灵师是正确的？如果要以变成怪物为代价，自己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一页的最后，爷爷写的是不要把灵能生物当成工具，或许平等的相处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小乙不满地把日记本扔到桌子上，只是说了是错的，
却也没说是哪里错了。此时朱如已经被彻底打服了，小乙告诉对方自己问什么就回答什么，紧接着他就问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朱如本想有所隐瞒，可是他的舌头根本不听使唤，只能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外面的世界很诡异，充满了财富和力量，同时也伴随着无处不在的危险。上一秒还是个人，下一秒可能就会变成一堆白骨。听完对方的回答，小乙再次开口问道：如果自己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有没有什么特殊渠道？朱如告诉对方，那就只能选择偷渡，每年都会有人成功。随后小乙还想问问对方首领的来历，以及箱子里的东西呢，但是对方表示除了飘絮，这其中的细节谁都不知道。他们的雇佣方式也比较简单，帮助对方做事就会得到灵能精粹，这种药水可以提升他们的力量。话音刚落，朱如直接通过窗户跳进了黄泉海中。他也是认为只要到了海里，对方就拿他没有办法，殊不知他已经被海怪盯上了。朱如大惊失色，他告诉对方只要可以救自己一次，自己可以带他到外面的世界。小乙淡淡的看了对方一眼，告诉他自己并不想出去。朱如大惊失色，对方就是故意让自己逃跑，然后直接被鬼怪吃掉。他不知道对方这种行为除灵公会知不知道，但是按照除灵公会之前的性子，对方肯定也毫不例外的会被监视，甚至是清除。话音刚落，他已经被鬼怪吞入腹中。解决了对方，小乙也要抓紧时间回去了。朱如的话虽然有点挑拨离间，但是也是有些道理的。刚回到现实世界，就听到有人在敲门。打开门后是除灵公会的人，看着雷丁完好无损的站在自己面前，小乙不禁感叹这科技的力量太强了。随后雷丁就向他介绍众人的身份，那名女子就是他的上级，名为王琦，另外一名壮汉名为铁爪，是他的同事。几人走进院子后，王琦告诉小乙自己点了一份外卖，可以边吃边聊。他赶忙进屋，拿了几张报纸铺在石桌上，准备妥当后，王琦告诉他这次来找他是感谢他帮忙报信，另外就是工会会适当给予一些奖励。小乙以为报信这件事是冰燕说的，雷丁告诉他并不是，只是通过声音分析出来的。还有就是冰燕已经脱离危险，但是还是无法工作，只能先让铁爪负责保护他了。小乙告诉对方自己并不需要什么保护，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伤害罢了。这时王琦说道自己知道他很有本事，当时在冷库应该就是他帮助了雷丁吧，虽然声音有些不像，但是每次出任务都有录音录像，再不济还有地网跟踪系统，回去比对一下总能确认的。小乙已经猜出来众人此次前来一定还有别的目的。果然王琦告诉他让他加入除灵师工会当一名除灵师，想都没想小乙直接拒绝了，自己那点本事可当不了除灵师。况且爷爷的日记上也说过，除灵师对灵能生物的使用是错误的。听到对方拒绝，王琦也没有勉强，只是递给对方一份文件，是外边人员的人事合同。看来对方早有准备，只要自己拒绝成为正式员工，这份合同就会被拿出来，以退为进，让自己不好意思拒绝。王琦给对方解释道，编外人员每月有1万块的津贴，还可以得到一些内部咨询。小乙随后问对方是否有武器和灵能生物，对方告诉他武器就是2颗磁暴球，至于灵能生物是没有的。听对方说完，小乙直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雷丁赶忙将合同收走，告诉他等着通知培训就可以了。小乙不解竟然还有培训，雷丁告诉对方那是必须的，专门针对外边人员的培训。说完就跟王琦离开了宅子。离开后雷丁有些不解，之前不是对方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小乙带进除灵公会吗？王琦略显神秘地告诉对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此刻宅子里就剩下小乙和铁爪2个人，为了避免单独相处的尴尬，就决定去医院看看冰燕。到了医院之后，铁爪告诉对方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有飞鱼也失踪了。小乙感到不对劲，不是死了吗？怎么说是失踪了？还有就是也不是发生了地震或者海啸，怎么会有人失踪呢？这时冰燕开口道，除灵师的工作十分的危险，这次若不是因为小乙，自己估计也要失踪了。小乙告诉对方自己只是个编外人员，如果自己是除灵师，一定会提前安排好身后事。经过小乙的提点，冰燕想起飞鱼的女儿就要过生日了，飞鱼还准备了生日礼物。小乙长舒一口气，飞鱼的交代自己应该已经完成了吧。这时他告诉对方好好休息，他得回去准备培训了。冰燕有些纳闷，什么培训？对方不是编外人员吗？看着在一旁拼命打手势的铁爪，他立马改口，工会通常会对杰出的编外人员进行培训。此刻小乙已经明白了工会的意思，分明就是想把自己拉下水，编外人员只不过是个幌子。此时的荒野内，
飞鱼正在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行走着，他来到一辆躺着一名少女的车子里，直接把手伸进对方的胸口处，从里面掏出了一颗蓝色的晶体，随后他就颤颤巍巍地往回走。之所以飞鱼死后还能重新活过来，全都要依仗那双红色高跟鞋。这时，小乙和铁爪已经回到了宅子里。小乙感觉自己对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一点都不感兴趣。这时，铁爪告诉他，工会给他下发的奖励到了，一共有3种，可以任选一种。第一就是可以获得额外挑选灵能生物的机会，第二就是成为外边人员，可以奖励一套战术装备，第三就是提出一个在合理范围内的要求。丁小乙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第3种，自己想要一台军用抽水机。拿到抽水机后，小乙就回到了柴木新居，他指挥满满把抽水机的水管放到第一个水坑里，随后就打开了抽水机。随着抽水机的不断工作，渐渐有一些黑色的果实显露出来，拿出镜子一看，竟然是碧心珠，常被铁符有所食，有微毒。看到镜子这样说，小乙立马指挥肉球去吃。肉球虽然有些不乐意，但还是吃了起来。看着满满在一旁发呆，他让满满也别闲着一起去吃。小乙也捡起一颗放进嘴里，也没有那么难吃，有点甜，后味有些酸。满满和肉球都没有出声，但是他们心里在咆哮，这是他们吃过最难吃的东西了。这时，小乙突然看到了上次那位老人，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看到对方出现，小乙略显委屈地抱怨道：“上次对方给自己的镜子一点都不好用，每天只能用3次，还动不动就报菜谱，必须得给自己一些补偿才行。”这时，老人告诉他，这镜子原来叫谛听镜，是个不得了的宝贝。如果觉得一天3次太少，自己可以教给他一个办法，就是得付出一些代价。小乙赶忙问对方是什么方法。老人告诉他，把食指咬破，用鲜血喂养，到时候他会让你做一件事，无论多么离谱，必须答应他，不然的话就会从镜子里冲出来吃了他。每天3次，虽然次数少了点，毕竟安全嘛。突然，老人把目光投向满满，只见满满正用力地拉扯着什么。小乙赶忙让肉球过去帮忙，随后一个龟壳被2人合力拽了上来。老人告诉他，这可是大货，只不过已经死了，若是看不上眼，可以卖给自己。听到对方这样说，小乙赶忙用镜子查探了一番。龟壳名为玄瞳，出产自黄泉3万里，生来就有3只头。查看了属性后，小乙告诉对方，龟壳自己留下了，看看别的有没有需要的。随后，老人就在打捞出来的物品中找到一堆骨头，只要被老人看中的，一定是好东西。不过邻里间的友情也得好好维护。小乙告诉对方，自己还没想好报酬，先放到对方那里好了。然后老人就拿着骨头离开了。老人走后，小乙给龟壳浇了一些水，瞬间就变得特别亮眼。幸亏没卖，一看就是个宝贝。第2天一早，小乙打开门，让铁爪进来洗把脸。小乙感叹道：“外面人都说除灵工会里都是好工作，谁又能想到其实是又脏又累，有时候还性命不保。”铁爪告诉对方，这些都不算什么。黑甲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元屯把他所有关于密码的记忆都吞掉了，现在他不仅回不去家，手机都打不开。正当2人说话时，一只黑猫冲着2人喵了一声。小乙有些纳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只猫，没管太多，随后就问铁爪要不要进去躺一会儿。铁爪告诉他没有必要，今天来接他的车下午2点就到，自己站好最后一班岗。随后小乙就回到房间，准备再睡个回笼觉。刚睡着，刚刚那只猫就窜到了他的房间，还没等黑猫做点什么，就被小乙脖子上的钥匙锁震慑，随后又逃走了。时间到了之后，小乙准时出现在门口，门口赫然停着一辆劳斯莱斯。小乙对除灵工会的镇长感到有些吃惊，然后工作人员就开始检查他的行李。上车后，他才发现不止自己一个人，车里还有2男1女。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轰的一声，车子被吊起来了。刚被吊起来没多久，车子又开始直直的朝地面坠落，原来是绳索断了。这时车里出现雷丁的影像，告诉大家培训已经开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活下去。还有培训已经开始，中途不可退出。这时小乙透过显示器已经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架重型运输机是假的，眼前的一切可能都是幻觉。这时车子发生了剧烈的晃动，晃动停止后，小乙发现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下室里。此时他们3人都从车里走出，只有那名银发女子还没有下来。贝克特告诉对方车里很危险，赶快下来，但是女孩说什么也不肯。小乙告诉对方，既然如此，也不用管她了。随后3个男生就凑在一起做了自我介绍。突然电梯门开了，3人没有多想就走进了电梯。
没想到车子在这一瞬间爆炸了。小乙有些不满，只怪自己把除灵工会想得太好了。乘坐电梯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电梯里有一幅油画，没来得及仔细看，电梯门再次打开。他们走出后才发现，自己进入到刚才画中的世界了。这时钟塔突然发出咚咚的声音，7点请熄灯。随后众人听到咔咔咔的声音，一个拿着镰刀的稻草人正朝他们走来。既然有灵能生物，后悔没把肉球带来了。这时稻草人已经离他们很近了，嘴里一直念叨着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纽扣，随后就跳起来用镰刀朝他们扫去。几人赶忙转身就逃，跑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是跑不动了。李沁认为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贝克特说自己有打火机，稻草人应该是怕火的。随后他直接把打火机扔到稻草人身上，瞬间对方就被熊熊烈火所包围，但是并没有给对方带来任何伤害，反而变得更吓人了。小乙告诉他们，现在对方是灵能生物，并不是真的稻草人，所以火就无法将对方点燃。这时李沁突然想到，要想解决灵能生物，必须要找到他的寄生物。这个稻草人在找纽扣，或许纽扣就是对方的寄生物。这时李沁已经没有力气了，小乙赶忙把对方架到自己肩膀上，跑着跑着，几人就跑到了钟楼的下面。油画上写的7点请熄灯，而这里是唯一的光源。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小女孩从里面走了出来，看着后面还穷追不舍的稻草人，三人决定先进去再说。贝克特平缓了一下呼吸后，对小女孩说，自己只是路过这里的，他家里还有其他大人吗？小女孩小声地说道，爸爸在上面工作，千万不要打扰到他。贝克特又问他能否带他们见见他的父亲。小女孩有些生气，都说了爸爸在工作，不要去打扰他。这时贝克特拿出巧克力跟小女孩交流着。此时的小乙和李沁在商量着怎么做一个探灵器，从而能够从中判断出灵能生物的寄生物是什么。探灵器的首要条件就是需要一个有灵性的东西。这时小乙想起了自己的钥匙，紧接着贝克特就告诉他们已经打探清楚了。小女孩名为艾斯利亚，她的父亲是一名钟表匠，平时都在上面工作，7点之后就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她。听到对方这样说，大家都感觉小女孩的父亲有问题。随后小乙问对方自己可以上去看看他父亲吗？因为自己发现这个设计图的转轴有问题。小女孩想了想，还是答应带他们去见自己的父亲，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安静一点。随后便带三人走上楼，伴随着嘎吱一声，父亲工作室的门被打开了，几人纷纷走了进去。此时钥匙也开始颤抖，看来寄生物就在这个房间里。这时小女孩的父亲面带凶相的回过头，不是说过不要来打扰自己吗？这时候几人发现稻草人要找的纽扣就在对方的右眼上。见到父亲暴怒，小女孩直接哭了起来。父亲被这哭声弄得心烦意乱，直接拿起一个水壶朝自己的女儿砸去。还好小乙反应迅速，女孩没有被打中，一击未中，对方更加的狂暴。这时贝克特直接抱住了对方的腰，并告诉小乙他们快点跑。李沁有些担心贝克特，小乙说道，那个男人的目标是小女孩，我们把她带走，贝克特反而安全。正当他们跑到楼上时，就看见好几具尸体被绑在木桩上，下面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人油。此时男人已经破门而入，直接就抓住了小女孩。小乙准备解救女孩，反而被男人狠狠地推了出去。突然稻草人也找到了这里，男人瞬间跟稻草人战成一团。小乙决定去帮那个男人，如果让稻草人拿到寄生物，他们就危险了。这时纽扣已经被稻草人用镰刀挑了出来，小乙和对方同时去抢，奈何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就问男人该怎么杀死稻草人。男人告诉他用人油烧。这时贝克特也爬了上来，小乙问对方还有火吗？对方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他。正当稻草人洋洋得意终于找到自己的纽扣时，小乙举起人油浇在对方身上，随后又用打火机点燃，稻草人瞬间被烧成飞灰。随后他们三人就回到了除灵公会里。小乙醒后就看见王琦站在自己面前，这次有黑克鲁的结界，他才没死，但是受伤不轻。随后告诉他们三个表现不错，已经通过了测试，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启培训了。小乙问对方那个小女孩还活着吗？王琦告诉他对方已经死了。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除灵师。小乙心想，就算有除灵师也会有那种悲剧，所以自己必须变得特别强大才行，这样才能保护在意的人。